语学习系列：如何培养你的英语脑？有没有这种经验？单字背了一大堆，文法也滚瓜烂熟，你可能考试成绩都超漂亮，可是结果一遇到外国人想要真正开口讲英文的时候，嘴巴却像被瞬间石化一样卡卡的，超级生硬，甚至觉得有够不自然。老实说，这真的是一种让人很痛苦的感觉。你明明脑袋里知道那些字，但话到了嘴边就是出不来，或者硬挤出来了，自己听了都觉得哪里怪怪的。所以，到底为什么开口说英文总是这么卡？我要你在这里先深呼吸一下，放轻松，因为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如果你觉得自己卡住了，这真的绝对完全跟你的智商无关，也绝对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你根本不是什么语言天兵啦，其实你只是对流利度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产生了一个超级微小的误解，而就是这个小小的误解，变成了让你感到无比挫折的最大元凶。我们把刚刚描述的那种想撞墙的感觉，称为流利度陷阱。这是一个几乎所有学语言的人都会踩进去的超大深坑。在这个阶段里，你会觉得自己所有的死背硬记，所有的文法钻研，在真正的日常对话中，简直就像是把钱丢进水里一样，毫无作用。但听好了，问题真的不在你身上。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是你大脑现在正在预设使用的一套系统。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你现在的大脑运作模式，也就是所谓的翻译脑。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解析要带大家破解的核心难关。不知不觉中，你的大脑预设切换到了一个超级缓慢、笨重，而且极度消耗脑力的系统。只要你还依赖着这个翻译脑，你在口语表达上就永远会觉得像是在泥沼里跑步一样，累得半死又跑不快。来，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笨重的翻译脑到底有多折磨人。想象一下这4个令人疲惫的步骤。第一步，你看到某个情况；第二步，你的脑袋先用中文想，好，我要怎么说；第三步，你开始在脑海的字典里疯狂翻找对应的英文单字；最后第4步，你试着用文法规则把这些单字硬生生拼凑成一个句子。天哪，光是听完这4个步骤我都觉得累了。这种大脑体操真的超级慢，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每次开口说英文都觉得像是在做苦工一样。但如果我们换个玩法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也是带你脱离陷阱的超级英雄——英语脑。你看看这个流程是不是超流畅、超优雅？只有简单的2个步骤。第一步，看到这个情况；第二步，直接提取出自然的英文表达方式。就这么简单，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没有大脑内的翻译 lag， 它非常直觉，非常自动化，这才是真正的流利呀。我们来想象一个画面，假设你看到一个表现非常乖巧听话的小男孩，如果你用的是翻译脑，你脑中可能会先想，你很听话啊，然后开始逐字翻译，最后像机器人一样吐出一句生硬的 "You are obedient"。这文法对吗？全对，但有人会这样讲话吗？绝对没有嘛。相比之下，英语脑看到这个乖巧的情境，是瞬间充满活力地直接脱口而出 "Good boy"， 对吧？这才是真正的母语人士会说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流利。你可能会想，这有差很多吗？差超多，因为在那些高压或是充满情绪的关键时刻，如果你还在那边逐字翻译，听起来真的就像是一部 B 级烂电影里的机器人，完全错失了当下的张力跟戏剧性。而自然习得的语言，则会让你听起来像是一部超精彩的 Netflix 爆款影集里那种充满爆发力、充满真实情感的经典台词。我们再来想象一下这2种句子的差异。一个拼凑出来的句子，就算文法逻辑100分，感觉也像是你从字典里把零件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拿出来组装，冷冰冰的。但一个鲜活的句子会使用像是 infinitely， 也就是无限地这种充满画面感和情感的词汇。
而且你要知道哦，你是不可能透过死背字典定义来学会如何在日常中自然使用这个字的。你必须是在听到别人用它来表达强烈情感的时候，把这个字跟那种感觉死死地绑定在一起，才能真正学会。我们拿体育比赛来举个例子好了，想象一下，一支球队正承受着巨大的落后压力。如果用翻译脑，你可能会讲出这种句子：他们开始猛烈攻击，但我们撑住了。这句话没错，但是不是有点太笨重了？完全没有捕捉到真实比赛中那种让人血脉奔张的动态能量。但如果是纯粹从语境中长出来的表达方式，听起来就会像是他们挥出凶狠的一拳，但我们死撑到底。是不是差很多？其实这句充满张力的话是来自一位真正的 NBA 球员在赛后访问时讲出来的。这是一个超棒的隐喻，挥出凶狠的一拳，完美捕捉了那种突然猛烈攻击的压迫感，而死撑到底则把那种咬牙坚持的韧性形容得淋漓尽致。像这种神来一笔的句子，你绝对不可能透过查字典或者是逐字翻译来得到，你只能透过真实的语境去吸收它。好啦，听到这边，我相信你脑袋里一定浮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好，我都懂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切换我的大脑模式？我要怎么把那个笨重的翻译脑给关掉，然后顺利启动这个流畅的英语脑，在我的大脑里建立起这种直接的反射连结呢？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来一个彻底的思维大翻转。你必须立刻停止把英文当成一门学校科目，它绝对不只是一堆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它是一项实体技能。就像游泳一样嘛，你有可能光靠读一本如何游泳的书，下水就不会沉下去吗？不可能，对吧？你一定要亲自跳进水里，感觉水温，练习划水，直到你的身体长出肌肉记忆为止。学语言完全就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从今天开始，当你遇到不懂的英文时，拜托绝对要戒掉问这个问题，这个单字是什么意思？因为当你一问出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是在把你的翻译脑叫起床，叫他去翻找字面上的对应翻译，这绝对是 NG 的。相反地，你应该要开始问自己这3个充满威力的新问题，来建立你的全新学习习惯。第一，在这个情境下，讲话的人他沟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想表达什么情绪？第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用了什么自然的片语？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在脑海里把这个片语跟当下的情境产生超强类的连结，直到它变成我的直觉反应？记住，真正的流利从来就不是从教科书里学来的，而是你把你自己丢到真实世界的情境中，不断的重复去感受，直到这个语言不再让你觉得陌生，而是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在今天这集解析的最后，我要给你一个本周挑战，把你的单词卡丢到一旁吧，去看一部影集，去听一段真实的对话，去找出一个真实的情境。你的唯一任务就是把那个情境里最道地的表达方式抓出来，然后把它跟那个画面死死的连接在一起。就从一个真实的表达方式开始，一步步打造你的专属英语脑。下次你想开口的时候，稍微问问自己，你是在做笨拙的大脑翻译体操，还是真正在感受这个语言呢？接受挑战吧，我们下次见喽。